这是《盗墓笔记》里最诡异的一幕。为什么吴老狗临死前一定要将自己火化？我死了以后，2个小时内必须火化。你们必须保证火化无周围3十米内不能有人。我睁开炉子里的金甲。吴老狗在说完这句话后就彻底撒手人寰，而他之所以会这样安排，是因为吴老狗是尸狗调的成员。吴家作为盗墓世家，吴老狗从小便跟着祖辈下墓倒斗，为了避免活人气息激起尸变，便会吃一些古尸的肉来掩盖自身气味，从而避免被纵捕发现。虽然这样会降低下墓的危险，但会产生一些副作用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肉会逐渐控制他们的身体，一旦宿主死亡，便会彻底苏醒，成为没有意识的纵捕。在发现这种情况后，虎父子们成立了尸狗调这个组织，其中就包括陈皮、阿四和霍仙姑。他们经过研究，并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，但却制定了许多规矩，阻止秘密被发现。而其中一条就是，凡是尸狗掉在死后，必须立即火化，周围30米也不能有任何人，因为尸狗掉在死后会发生尸变，尸体在火化的时候也会暴起挣扎。为了隐藏这个秘密，吴老狗才在临终前做出了这样的交代。我爷爷显然是带着巨大的秘密走的，那些秘密，他一生也没跟别人说过。虽然吴邪不知道这背后的真相，但他却发现一个更大的阴谋。因为自从他来到吉拉修行场后，自己似乎被人监视了。这里还突然出现了许多陌生人，为了弄清楚这些人的身份，吴邪收集了他们的指纹，随后通过数据库进行比对，竟发现这些人全都姓张。怎么都姓张？难道是小哥的族人？小哥的族人为什么要监视我？吴邪立马将情况告诉胖子，却没想胖子失联了。就在他为此担心时，屋外却传来了熟悉的歌声。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！吴邪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乔装打扮的胖子，并且还给吴邪传递了一个厕所见面的暗号。没一会便在厕所接上了头。原来胖子几天前就发现他们联络的电话被人监听了，他担心吴邪遇到危险，便偷偷来到了莫桑，果然发现了监视吴邪的2伙人。其中一伙是张起灵的族人，另一伙竟是训练有素的雇佣兵。为了搞清楚他们的目的，2人决定一明一暗继续调查。可吴邪刚从厕所出来，修行场的人就找了过来。吴先生，于达老师请你立刻上山去。怎么了？当年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从雪山中又出现一个人。吴邪一路想过很多人，但都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却唯独没有想到过自己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吴邪啊。你是在雪山里边修行的妖怪。你是用妖术幻化成了我的样子，别这么幼稚形象。就在2人争执不下时，一对张家人突然冲了进来。真不容易啊，2位终于聚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么我们的一些疑问似乎就可以揭开了。原来2人中有一个人在20年前就戴上了精密的人皮面具，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，张家人为了鉴别真假，拿出了7颗假扮过吴邪的人头准备测试。你们的测试就是仔细看这些人头，说出哪个最像自己。如果到了时间你们没有做出选择，我会当你们自动弃权，到时候你们会变成第8颗、第9颗人头。吴邪当即让另外一个不要选择，毕竟这样他们就没法区分真假。如果分辨不出来，我就会挑断你们的手筋脚筋，把你们关到房间里，直到老死。在这种极度恐惧之下，其中一个吴邪率先做出了选择。眼看时间越来越近，吴邪只能胡乱猜了一个，可这个结果显然不是张家人要的答案。随后吴邪就被按到一个板凳上，下一秒就感觉到了钻心。我真的是无耻。